目前上合峰会正在天津举行。据德媒报道，这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Ehrenformation für die Gäste, zum Beispiel aus Aserbaidschan, Belarus, der Türkei und Kasachstan. Der wichtigste Gast aber ist Russlands Präsident Putin, der hier gleich für 4 Tage zu Besuch kommt und von Präsident Xi Jinping samt Frau begrüßt wird. China und Russland, so die Botschaft, stehen eng zusammen. Appelle an China, Druck auf Putin auszuüben, damit der die Angriffe in der Ukraine beendet, sind verhallt. China dominiert das Treffen in der chinesischen Hafenstadt Tianjin mit seiner Wirtschaftskraft. Xi präsentiert die Shanghaier Organisation für Zusammenarbeit als Gegenstück zu Bündnissen unter Führung der USA. Lasst uns den Geist der Shanghai-Organisation hochhalten und von Tianjin zu einer neuen Reise voller Hoffnungen auf eine bessere Zukunft starten. Auf ihn hingegen hat der Westen große Hoffnungen gesetzt als Gegengewicht zu China, Indiens Premierminister Modi, Regierungschef der bevölkerungsreichsten Demokratie. Doch Trumps Zollpolitik scheint ihn in Richtung China zu treiben, Schulterschluss mit Xi Jinping. Unsere Kooperation ist im Interesse der 2,8 Milliarden Bewohner in unseren beiden Ländern. Wir sind Partner, die sich gegenseitig Erfolg ermöglichen sollten. Der chinesische Drache und der indische Elefant sollten zusammen tanzen. Bislang schlugen sie eher aufeinander ein, zumindest im Himalaya, wo seit Jahrzehnten ein Grenzstreit schwelt. Der Konflikt soll nun eingedämmt und Direktflüge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eingerichtet werden. Zu Protesten gegen die USA hatten zuletzt Trumps Zölle geführt, 50% Aufschlag, weil Indien Öl von Russland kauft. Ein herber Schlag für die indische Industrie. Einige Aussagen, die aus Washington über die letzten Wochen gekommen sind, haben in Indien das Gefühl ausgelöst, dass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 verlässlicher Partner mehr sind. Die Annäherung Modis an China hat aber Grenzen. Anders als Putin nimmt er nicht teil an der großen Militärparade zum Weltkriegsende am Mittwoch in Peking. Dafür wird schon kräftig geübt. Auch Nordkoreas Diktator Kim Jong-un will sich dann dazu gesellen. 即使不看他们媒体，也知道西方舆论有打翻醋坛子的味道。他们的视角是，这是由非西方国家，包括很多都是美西方不喜欢乃至排斥的国家开的规模最大的峰会。更有德语区网民认为，这是独裁者自我狂欢。奥地利号称中立国，但其实该国还是西方一员。又加上是鼻屎小国，很多时候随机起舞。在我看来，这就是伪中立，与瑞士大同小异。今天我们来看看奥地利媒体标准报如何报道天津上合组织峰会。上合组织峰会在中国召开，习近平为普京和莫迪铺开红地毯。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人们渴望建立一个美西方少有发言权的新世界秩序。中国国家和党领导人习近平几乎不可能为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安全峰会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时机。本周日及周一，印度和俄罗斯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在中国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举行的欧亚安全论坛峰会。种种迹象表明，在共同对美摩擦的加速推动下，各成员国正朝着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正不得不应对特朗普实施的全球最高关税，而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普京却受到美国总统的红地毯礼遇。正如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做法，这两点都符合中国领导层的利益。他们在此次共同亮相中再次将自己定位为替代美国的秩序力量。上合组织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承担着更大责任。习近平在当地时间周日晚间的开幕式上如此表示。7年来首次访问，莫迪的到访尤为引人注目。这是7年来的首次访问，也标志着中印自喜马拉雅边界争端后两国关系回暖的新气象。中国和俄罗斯意图将上合组织打造为抗衡北约等西方联盟的力量，尽管该组织带有反民主倾向。
除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外，上合组织成员国还包括白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及中亚4个国家。据北京方面消息，本次第25次上合组织会议有望成为该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峰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作为荣誉嘉宾受邀赴天津与会。咱们看配图，埃尔多安与习近平各自率领代表团在天津相对而坐。印度向中国靠拢。在正式开幕前，习近平已与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自2020年边境冲突后，这两个拥核竞争对手的关系一度紧张，但去年秋天在俄罗斯的会晤促使这两个全球人口大国关系回暖。莫迪在周日会谈中表示，我们决心基于相互尊重、信任和体谅推动双边关系发展。这位印度总理称，在喜马拉雅争议边境地区已营造出和平稳定的气氛。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印度视为其在亚洲制衡中国的伙伴，但由于印度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后仍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政府近期对印度商品加征了50%的惩罚性关税。自此，印度代表们至少象征性的更加向莫斯科和北京靠拢。普京抵达中国，普京与习近平和莫迪也希望在天津展现团结一致的姿态，共同对抗西方压力。然而，普京访华并非仅仅为了参加上合组织会议。周三，北京将举行第2次大规模阅兵式，纪念1945年日本投降。预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将出席。中国此举仅部分旨在展示其军事力量，北京方面还投入大量努力，旨在将自身对二战的观点及战争导致2000万中国人丧生日益推向焦点。根据中方立场，二战并非始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而是始于1937年日本对华战争。北京希望其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能得到更多认可。这种爱国主义叙事的一部分还包括声称盟国忽视了关于中国对台湾领土主张的协议。两国元首互相出席对方胜利日阅兵。习近平曾于5月9日到访莫斯科，也是俄中共同历史意识的一种示范性表达。这种意识促进了两国当前的紧密合作。无人机零件。在乌克兰战争中，中国虽保持中立，但乌克兰指责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支持。据称，中国供应了伊朗开发的攻击型无人机的大部分零部件。俄罗斯有时借此每日发动数百次无人机袭击。在最近奥德萨大区的无人机攻击后，有数万户家庭断电。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开始前夕宣布，将于秋季发起新攻势，无人机很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近日明确表示，没有北京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性战争不可能持续。无人机仅是其中一个例证。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是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买家。俄罗斯能源巨头 Gazprom 本周将在北京与中国企业签署又一项协议。好，朋友们，报道就到这里。接着咱们看看网民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美国优先时代已终结，共和党人对此负有责任，直至苦果尝尽。因此，普京、习近平及其集团产生了新的使命感。现在轮到我们了，现在由我们来推动历史车轮，并告诉世界何去何从。欧洲及欧盟必须做出选择，是与他们为伍，或者是走向自主与自给自足。继续往下，大国领袖们携手铺就西方亲手编织的红毯。数十年来，但凡能外包的都被外包，自然是为了降低成本。如今，中国和印度已然强大自信，正缔结同盟对抗西方。贪便宜买次货，终需付出双倍代价。只不过这次不是在购物时，而是在地缘政治层面。再往下，俄罗斯和中国仍在精心打造专制轴心，而特朗普则是他们有用的傻瓜。这位刚刚在一个夏天里成功得罪了印度，该国原本与中国存在天然敌对关系，自比尔·克林顿时期构建的成果由此遭受严重破坏。
下一则，世界正在凝聚，联合国秘书长已亲临现场，对这一和平项目表示敬意。印度将借此和平解决与中国，尤其是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冲突。该项目象征着和平、伙伴关系及克服殖民主义。为何欧盟在此置身事外？德国这是说明。大家看，此条评论被很多人踩，说明大多数德语区的人持相反的观点。再往下，事实上，特朗普已如此削弱西方，以致当前局面成为可能。这是10个国家的聚会，其余只是像土耳其、埃及、来自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美国马仔的对话伙伴。他们都想看看能从中捞到什么。没错，他们拍了张不错的新闻集体照。这些联盟包括金砖国家，是个脆弱的组合，其中也有些国家与西方关系不错或希望交好。归根结底，各国都非常警惕从依赖美国滑向依赖中国。这个俄中联合体之所以能成事，仅仅是因为西方是一盘散沙，欧盟内部分歧，且全球政治软弱，经济日渐萎靡，而特朗普根本不分什么西方不西方了。下一则，东方展现实力，布鲁塞尔坐着一群无能之辈，华盛顿则有个疯子在主事，我们的未来显得暗淡。继续往下，特朗普正在打造反美联盟，这位稳定的天才。再往下，独裁者和战犯只会一件事：发动战争，先是针对西方，然后自相残杀。最聪明的策略是挑拨他们互斗，但西方蠢到做不到这一点。德国知识点评：西方人有非常奇怪的逻辑。二战以来，明明几乎所有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对不对？但他们却称别人是战犯，真是太讽刺了。再往下，特朗普真做到了让最恶劣的家伙们抱成一团，这样还想拿诺贝尔和平奖，怕是没戏了。下一则，世界各大强权的独裁者和专制统治者们正在聚会，而唐纳德·特朗普未获邀请，这对他而言必定极为失望且深感侮辱。下一则，他们这招很高明，金砖国家早已超越7国集团，现在该我们行动起来了。继续往下，美国霸权正在走向终结，其消亡速度远超我们想象与预期，让美国再次伟大，看来真是个彻底成功的模式，不过是对别人而言。再往下，欧洲何在？欧洲和非洲并未参与这场世界格局重组，显然欧洲政客们仍活在昔日的荣光中。下一则，多亏特朗普，老冤家印度和中国走向和解，多么美好呀！若这都不值得颁个诺贝尔和平奖，还有谁呢？继续往下，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峰会上，人们渴望建立一个美国和西方少有发言权的新世界秩序。特朗普正竭尽全力支持这一努力，并因此受到某些人的欢呼。再往下，就缺毛拉们上桌了，这样团伙就齐了。下一则，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再合理不过，毕竟美国对谁都横行霸道。继续往下，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正失去其主导作用，这是否符合公民利益尚不可知，因为民间社会缺乏抵抗，新的世界霸主是中国。我们现在该开始对后特朗普时代感到担忧了，比如万斯和 MAGA 运动。朋友们，下面这位也人间清醒，他回帖说，难道美国人真以为自己能永远维持霸权地位吗？生活就像股票，有涨有跌。再往下，100年前，人们梦想着公正的共产主义，如今又梦想着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管它到底是什么，就让他们折腾去吧。西方及欧盟大可以悠闲地靠在椅背上，前排免费观赏这场大戏，爆米花管够。
这次上合会议将和金砖加活动一样，真的搞不出什么名堂。下一则，一个机会主义、诡计多端、高度武装的贵族集团，犹如一战前1个月的欧洲，掌权者执政太久，以近乎权力诱发的狂妄与精神失常，向来毫无原则的唯利是图。中国和俄罗斯在权力导致的精神错乱中已病入膏肓，两国都自以为其偏袒的国家会因他们神一般的统治而永远忠诚、感恩与结盟。整个局面令人想起一战前的夏天，当时欧洲贵族家族互相炫耀军备进步，直至所有人都觉得必须在对手构成威胁前抓住正确时机发动攻击。再往下，习近平将忙于应对所有变局，所有投入2050丝绸之路项目的规划与资源都挺过来了。该项目预期最终实现的权利与声望收益，如今早已尽数到手。这一切竟有一个彻底疯狂的椭圆形办公室拱手奉上，而这个办公室当初上任的核心目标，正是要阻止这些权力与影响力的增长，分而治之这个沿用数千年的最强大政治工具遭其抛弃。相反，椭圆形办公室正将所有敌人完美的驱赶到一起，还附赠他们共同的利益纽带。此等愚蠢行为，连习近平做梦都不敢想。下一则，推出有黄金支撑的金砖国家货币将成为西方的经济末日。毕竟，西方已将印钞术练到极致。金砖国家拥有全球75%的矿产资源，3国均具备航天能力。印度自2020年起就与俄罗斯联合军演。除稀土外，美国能实现几乎所有资源的自给自足，而欧洲资源匮乏且完全依赖进口，能源成本高昂，加上资源短缺，显然处于劣势。非洲正获得亚洲国家的资金、投资与技术支援，西方要价太高。结论，只需基本常识就能看出西方未来30年将走向衰亡。特朗普早已认识到多极世界的趋势。继续往下，通过天津的共同亮相，习近平能再次展示中国在世界秩序变迁中的影响力以及反西方的象征意义，妙哉！这恰恰体现了殖民思维在人们脑海中根植多深。在西方缺席的情况下，有国家领导人会晤，就必然被冠以反西方标签。几十乃至数百年来，西方总自以为能替全世界做主，这算不算反其余世界？是的，算。我们可以冷静地断言，欧洲必须找到恰当定位，而非一味哀叹昔日殖民强权的消逝。好，各位，德国《时代报》也对天津上合组织峰会进行了报道，我们来看看。天津上合组织峰会反西方象征意义举足轻重。印度对特朗普不满，并寻求与习近平、普京象征性靠拢。中国举办的这场国家峰会透露出大量地缘政治信息，以及东道主中国的自信。一个汇聚4个核国家，连接全球约40%人口，并贡献1/4世界 GDP 的机构，单从表面看，上海合作组织实力非凡。上合组织是由中国发起，横跨欧亚及南亚的安全论坛，成员包括俄罗斯、4个中亚国家、伊朗以及核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自去年起，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作为首个纯欧洲国家加入，这进一步加剧了上合组织的反民主倾向。虽然鲜有人知其名，但上合组织已被视为西方主导地缘政治的对极。本周日与周一，其10个成员国将在中国天津举行峰会。众多对上合组织感兴趣的观察员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将列席。2001年成立之初，专注于安全与反恐的上合组织，如今已承担起经济与军事合作领域的职能。对中国领导层而言，此次峰会意义重大，这将是该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会议，同时也是全球秩序重构的标志。从国宾普京的外交礼遇可见一斑，他在阿拉斯加与特朗普会晤后，再次获得天津这个重要舞台。从印度向东道主中国的靠拢已可见端倪。印度总理莫迪
将时隔7年首次访华，这是两大人口大国达成谅解的信号。印度是中国的南亚影响力争夺中的竞争对手。印度与中国都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莫迪对由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会议缺乏兴趣，他缺席了2024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峰会。今年6月，在上合组织防长会议上，印度拒绝签署联合声明，因文件中未提及4月22日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教朝圣者遭恐袭事件。该事件曾引发印巴激烈冲突。2020年，中印在喜马拉雅边境发生严重军事对峙，导致至少20名印度士兵丧生。然而，去年10月出现转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莫迪在莫斯科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实现5年来首次会晤，双方此后就边境争端找到了暂时可行的处理模式。这一趋势至此持续巩固。今年8月，中印同意恢复2020年中断的两国直飞航班。推动此番靠拢的还有莫迪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愤怒。特朗普于8月初对印度商品加征50%进口关税，药品和计算机芯片除外，其中25%被视为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惩罚。自普京发动对乌侵略战争以来，印度与中国均大量购入俄罗斯石油，从而为欧洲战事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印度推迟在美武器采购计划。印度坚持主张其与最有利贸易伙伴开展合作的主权权利，与俄罗斯的石油贸易利润丰厚。印度从俄罗斯进口油价低于沙特等来源国，同时印度炼油厂可出口更多石油产品实现盈利。因此，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迄今未对俄印贸易关系产生显著影响。8月，印度炼油厂日均进口俄油150万桶，较特朗普关税威胁前仅减少不足10万桶。路透社报道称，9月进口量甚至可能回升。莫迪很可能因特朗普未对中国自俄石油进口施加制裁而恼火。作为回应，莫迪于8月初推迟在美武器采购计划，并取消国防部长访美行程。此后不久，印度外长对莫斯科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双方同意扩大双边贸易并消除潜在障碍。对中国的政治兴趣日益增长。特朗普对印度加征关税，损害了美国过去数十年与新德里政府培育的关系，这正中了中国领导层的下怀。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曾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建立针对中国的4方倡议，以应对中国海军的扩张。因此，印度在此时向上合峰会靠拢，对中国恰逢其时。通过印度这个民主巨人的与会，习近平尤其能向受追捧的全球南方展示，存在替代美国的选项，那就是中国。中国与俄罗斯都企图将上合组织打造成推广其世界秩序观的舞台，一种旨在削弱美国话语权的秩序。据北京外交部表示，习近平主席将在峰会上为构建、维护2战后国际秩序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组织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中国全球战略专家克劳斯·宋分析指出，对于因特朗普侵乌战争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而言，上合组织通过峰会与部长级会议提供了使北京和莫斯科能够与更符合其反西方叙事及威权理念的全球南方国家构建统一阵线的外交平台。他写道，该组织近年持续推广强调主权与安全优先、强化中俄叙事的世界观。德国之声补充，这家媒体非常突兀，突然引用一位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宋先生的话，于是我去做了一下功课，发现这家伙的来历不简单。从长相及姓氏来看，应该是华人或者是朝鲜裔，但他的研究方向与中国有关，而且在清华大学留学过，还取得了那里的硕士学位，所以推断应该是华裔。如截图所示，此人在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任职，这是一家2013年才成立的很年轻的智库，但德国的官媒及私媒都经常采用这家智库的观点及建议，所以推测下去，这家智库的背景应该比较敏感，肯定后面有势力在托局，否则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这家智库及某些工作人员被中国政府制裁，由此也可见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了，也由此推测这位宋先生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否则他不可能在这样一家智库谋职，如果不反华，是不会到这样一家智库去谋职的，至少我肯定不会去，因为去了就等于拿着刀子刺向自己的祖国，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干这样的事儿。好，我们继续往下。峰会落幕，紧接着盛大阅兵。然而，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分析师理查德·维茨推测，上合组织的实际地缘政治影响仍然有限。事实上，其成员国利益存在诸多对立。不仅印度长期寻求外交独立，并在各大势力间周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持续增强，这令普京不悦。他仍视中亚为俄罗斯天然后院，而这些国家政府因而入侵同为前苏联成员的乌克兰，而对其产生疑虑。同为核国家的印巴在上合组织内是彼此为宿敌，而巴基斯坦却是中国全天候盟友。维茨写道，该组织除象征中俄伙伴关系外，迄今未展现多少地缘政治实效，因此本轮峰会最终或将仅存反西方象征意义，但峰会背后折射出多国政府日益增长的政治意愿，那就是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这个威权国家凭借经济吸引力与特朗普时代美国地缘政治撤退的双重效应，正变得更具诱惑力。部分嘉宾会后将继续停留，例如普京将以嘉宾身份出席周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26国领导人将观礼，包括朝鲜独裁者金正恩，以及亲中俄的塞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佐菲。天安门城楼上的阵容与受阅武器装备，或将比刚落幕的上合峰会留下更持久的记忆烙印。好，各位，我们来看看一些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不该把这太当回事。中国和印度首先始终是竞争对手，眼下只是暂时一起在橱窗里摆个造型罢了。继续往下，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进一步加剧了上合组织的反民主倾向。然后这位网民说，难道现在有特朗普是美国参与的所有组织不也都成了反民主的吗？再往下，印度的行为卑劣，不仅大量进口石油，更在与莫迪与普京保持私人友好关系。毕竟就能源进口而言，欧盟至今仍从俄罗斯直接进口巨额天然气，这无疑是在直接资助普京的战争。德国知识点评：这个人先说印度的行径卑劣，因为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但接着又说欧盟直接从俄罗斯进口巨额天然气，那么就等于欧盟的行为也卑劣嘛，对不对？这是妥妥的自打脸呀！我早已发现，这些所谓民主社会的人，他们说话经常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经不起推敲。下一则，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我记不清是谁了，万斯或卢比尔向所有与会东南亚国家承诺，美国将在任何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提供支持，同时要求这些国家将 GDP 的5%用于国防，并列举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作为典范。既然如此，亚洲国家寻求规范化的国际关系、互利经济合作以及某种形式的团结协作又何足为奇？欧洲人本应追求相同目标，我们未必非要认同宗教狂热者、民族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莫迪，但这并不影响利益判断。下一则，那些指责德国人对普京支持不利，尤其是不提供神奇武器金牛座导弹的人们，现在可曾明白这是一场多么有害的游戏？可曾看清欧洲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何等渺小？要真正阻止俄罗斯，唯有两种可能：要么全世界共同谴责，朝鲜无关紧要，但中国和印度举足轻重；要么在军事上给予坚决性打击。乌克兰的处境可悲在于，
其军事能力正日益衰退，更何况他从来就不具备这种能力。继续往下，德国向印度支付数十亿欧元发展援助，对中国的援助金额虽少，但仍达数百万，这真令人匪夷所思。再往下，而泽连斯基竟要我们制裁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而我们不可能疯狂至此吧？这将是缓慢的，若中国决定停止出口稀土，更将是急速的经济自杀。下一则，拜登早已成功让俄中紧密联手，如今特朗普又促成印中靠拢，太棒了！拜美国所赐，整个亚洲及全球2%人口很快就要团结起来了。下一则，欧洲已变得无足轻重，美国正持续丧失超级大国地位。如果不是早已被中国取代的话，这一切都源于我们为贪图利润，将先进技术与专业知识转移到亚洲。没有中印两国，我们的电子、芯片、软件和制药业都将瘫痪。上合组织成员国未来将主宰世界，而这些国家多半非民主政体，而是践踏人权的威权政权。我们早该清醒了。继续往下，西方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其新殖民主义全球霸权时代已经终结。再往下，由于普京的战争，俄罗斯在经济上已别无选择，只能依附于中国。其经济战略在2021年还明确指向欧盟。习近平正无情地利用这一点，在中国压力下，关键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已被蒙古无限期推迟，而印度心知肚明中国人对其的蔑视程度。这不过是普京、习近平、莫迪等威权领导人的临时权宜联盟，绝非长久的阵营构建。下一则，这根本算不上反西方，这是野蛮、卑劣且反人性的行为。反西方尚可容忍，因为所谓西方本身存在诸多可指责之处，但不人道、丧失尊严与文明倒退实属智力低下的表现，绝非真正的解决之道。继续往下，无论特朗普在位与否，中国和俄罗斯都非替代选项。若真要选择，其他大陆虽不够便利廉价，但明显更具未来稳定性。由此可见，印度仍未摆脱其落后传统的桎梏。当前的印度被严重高估，唯有彻底革除国内城府弊端，比如极端种姓制度、女性地位卑微，这个崛起中的国家才能真正获得重视。怎么看最后一条评论？破坏总比建设容易。1945年出现的单极时刻已不复存在。上合组织是反对现有世界秩序的联盟，却并非致力于构建替代性秩序的联盟。而阅兵主要服务于双重目的，既是各类尖端高科技武器的展销会，也是对本国民众和世界的形象展示。美国无需借助北京阅兵式来获取中国最新武器装备情报，阅兵还暗藏另一个更隐蔽的主要目标，向屈服的附庸国展示中国实力，以防其萌生未来反抗中国的念头，尤其针对俄罗斯，也包括印度、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场活动的主题是苦中作乐。好吧，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德语区的人的认知与中国人实在是南辕北辙，可以这么说吧，等于鸡同鸭讲。所以跟他们讲道理肯定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什么？那就是继续强大中国，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靠拳头说话，这一点永远不会变。